我半夜起床撒尿时，不小心被一条长虫咬到了小鸡鸡。见状，我拿起镰刀就准备将它大卸8块，哪知下一秒，那蛇竟摇身一变，口吐人言道：“我近日化龙失败，不慎被歹人所伤。你若肯带我回家，帮我疗伤，等你长大后，我就嫁给你，当你媳妇儿。”我看她长得如此美艳动人，当即点头答应了她的要求，随即便将她放到口袋，偷偷带回了家中。可没想到第二天天还没亮，村里人就举着火把来到了我家。老陈，你有没有见过一条青色的蛇？那条蛇已经成精了，会害死全村的人。躲在被窝偷听的我吓得赶紧把蛇藏起来，不料还没藏好，爷爷就带着人来到了我的房间。娃娃，你昨晚有没有带不干净的东西回来？我没有。爷爷不信，让我把被子掀开。我感到窒息，心跳得快要蹦出嗓子眼，因为此刻那条青蛇正躲在我的裤裆里，冰凉滑腻的鳞片紧紧贴着的皮肤。这要是被爷爷发现了，肯定会被当场打死。好在爷爷检查一遍后似乎没有发现异常，便带大伙们离开。1个月后，青蛇的伤基本痊愈了。我本想着送它离开，可它却直接化作了一条皮带缠在我身上，死活就是不肯走。于是我只好将它留了下来，白天一起玩耍，晚上一起睡觉。直到我12岁生日夜里，爷爷突然在院子里插了7把铜钱剑，并点燃了纸钱，对我说道：“今晚过了子时，你就整整12岁了。你要一个人守住香火，熬得过便能活，熬不过那就是命。”爷爷，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？你的命格是世间罕见的基因命格，12岁命格出现，方圆百里的孤魂野鬼都会来抢你的肉身。爷爷，你别吓我！我看着院子里阴森森的，想到会有一群鬼找我，腿都在发抖。爷爷没再解释，让我今夜就躲在棺材里。爷爷走后，我听爷爷的话躺进了棺材里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但就在这时，我腰上的皮带突然亮起一道青光，一条青蛇钻到了我怀里，它身上带着一股淡淡的幽香，瞬间驱散了棺材里的腐烂味。那一夜，外面阴风怒嚎，鬼哭狼嚎，有东西在疯狂地抓挠棺材板。然而我抱着青蛇的身子，竟睡得无比安稳，仿佛只要有它在我就能平安无事。第二天一早，爷爷一把将我从棺材里拽了出来，脸色铁青。出大事了！村里一夜之间竟无故死了6个人，他们死状极惨，死后双手和眉心长出了黑色的蛇鳞。村里人顿时炸开了锅，都说是蛇精作祟。爷爷想办法送走村民后，叹了口气告诉我，那死的6个人都是当年打伤过那蛇的人。我心头一紧，想到了和我朝夕相处的那条青蛇。我记得当初救他时，他身上有好几道伤口，难道会是他？可我明明一整晚都抱着他在棺材里睡觉，他怎么可能出去杀人？爷爷突然问我，那蛇是不是你藏起来的？我被吓得后退一步，爷爷抬手给了我一巴掌，对我怒斥道：“我说你身上怎么一直有女人的香味？你还想瞒到什么时候？”我无奈只能将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，但我不打算把青蛇交给爷爷。可就在这时，我发现我身上的皮带不见了。爷爷察觉不对，先是查看棺材，紧接着冲进屋里翻找。我也赶忙和爷爷一起寻找，暗暗祈祷千万不能让爷爷找到，更不能让爷爷伤了他。我们把屋里翻了个底朝天，也没能找到他的踪迹。爷爷面色冷峻对我说：“鬼祸有可避，妖灾我是一点办法没有，不用找了，今晚你就等死吧。”爷爷，他不会害我的。我倔强地反驳道。爷爷没有说话，而是拿出了一根拇指粗的柳枝，扒光我的衣服，满屋子追着我抽打，一边打还一边对着空气道歉，说是小孩不懂事得罪了大仙。足足抽了半个小时，直到我痛晕了过去。半夜，我被剧痛痛醒，迷迷糊糊间看到一个窈窕的身影推门走了进来，月光勾勒出他完美的轮廓，让我不由得看呆了。你是谁？为什么来我家？那身影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按开了点灯的开关。灯光亮起的瞬间，我不由得屏住了呼吸。来人竟是一位绝美的女子，身着银色连衣裙，肌肤白皙如雪，容貌倾国倾城，简直就像仙女下凡一般，是我此生见过最美的人。我呆呆地欣赏着她的美貌，她也笑颜如花地看着我。愣了好一会儿，我才结结巴巴地问道：“仙女姐姐，你是谁？是来找我爷爷的吗？”“不，我来找你。”我有些手足无措。“可是我不认识你啊。”“不，你认识我。”女子缓步走到床边，伸出手轻轻抚摸着我身上的伤口，眼神中满是心疼。“你疼不疼啊？”我咬着牙倔强地说道。“不疼。”女子微微笑了笑，眼神温柔的能滴出水来。“我知道你很疼，我来帮你止疼好了。”她的声音带着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魔力。我点了点头。她婉然一笑，突然弯下腰，伸出舌头，轻轻舔在了我的伤口之上。一阵阵酥麻的感觉从皮肤表层传来，我忍不住舒了一口气，那种疼痛感瞬间消散，只剩下难以言喻的舒适。虽然浑身酸痛，但仙女姐姐带来的愉悦感让我暂时忘却了所有不适。说来也奇怪，她舌头划过的地方，伤口的疼痛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到最后，只有12岁的我竟莫名生出了一丝异样的情愫，让我脸颊发烫。而让我更加惊喜的是，她非但没有笑话我，反而用一种妩媚动人的眼神看着我，声音勾魂夺魄。“我美吗？”“美。”我痴痴地看着她，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想要我吗？”她的声音带着一丝魅惑。我红着脸低下头，小声说道：“想。”“好，那等你长大了，姐姐就嫁给你。”我顿时激动得语无伦次。“仙女姐姐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”“真的。但是我们之间的事情，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，包括你爷爷，听见了吗？”“听见了。”“只要能再见到仙女姐姐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”第二天一早，爷爷看着我一夜结痂痊愈的伤口，脸色难看到了极点。“伤口恢复这么快，你这是被妖气入体了呀？”还没等我解释，风水先生二伯走了上来，断言道：“车娃是被妖怪缠上了，3日之内必死。想要活命，只有一个办法。”
你是说冥婚？二伯点了点头。没错，给娃娶个女鬼做媳妇，妖鬼相冲，找更凶的鬼镇住那只妖，才能保他一命。爷爷咬了咬牙说：好，今晚咱就去坟头山，给娃挑个最凶的鬼媳妇。我猛地坐起来，大声吼道：我才不要女鬼老婆！闭嘴！爷爷一巴掌扇过来，你是想死还是想活？这事由不得你。我嘟囔着嘴。可是娶了鬼媳妇儿，我以后就不能娶媳妇了。爷爷不耐烦地解释道：这鬼媳妇是来帮你挡灾的，就是走个形式，不影响你以后娶媳妇儿。那爷爷得给我找个好看的，我要自己选。爷爷气得想打人，二伯却拦住爷爷，对我说：行，今晚带你去坟头山，你自己挑。为了活命，当晚我就跟着二伯去了坟头山。这里到处都是墓碑，我们一个一个墓碑仔细查看，寻找着埋在里面的女性，而且要未曾嫁过，年龄合适的。我们连着拜了几十个墓碑，总算找到了一个24岁去世的女子的坟墓。二伯拿出一个苹果，点上一炷香，对着坟墓说道：明日晚上，子时在村口的老王家有一台神戏会，有鞭炮指引，若是姑娘有兴趣，便去看看。我连着磕了3个响头。二伯说完，我们便起身继续寻找下一个坟墓。一晚上下来，我们足足拜了10几个25岁以下的未婚女子的坟墓。回到家时，唱鬼戏的戏台班子已经搭好了台。就在我紧张等待时，戏班后台一个女子的身影让我心头一动，是昨晚来我房间的仙女姐姐。想起我们之间的约定，即便见面也不能相认，我连忙压下心中的激动，目光转向桌子。大人们都在忙碌着，我正想着要不要帮忙，耳边突然传来一阵银铃般的声音：小孩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正是那位仙女姐姐。她来到我身边，目光落在了桌上写着我生辰8字的白纸上，眼神久久没有移开。我压低声音说道：仙女姐姐，我没有把我们的事情告诉爷爷，可爷爷说只有给我娶个女鬼媳妇才能保命，我感觉对不起你。爷爷说的对，你很乖，我不会怪你的。找鬼媳妇你怕吗？我一点都不怕。仙女姐姐你怕吗？她摇了摇头。我也不怕。对了，你对鬼媳妇有什么要求吗？没什么要求，只要不吓人就行。要是能漂亮点就更好了。对了，仙女姐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柳洛离，落水的落，琉璃的璃，叫我小青就好了。说着，她对我眨了眨眼睛。小孩，你不用害怕，没事的，鬼真的不可怕哦。说完，她转身走向了戏台。仙女姐姐走后，二伯走了过来，似乎并没有看见仙女姐姐。他叮嘱我，等下我们请来的那些女鬼都会过来观察你，如果有谁拿起了你面前的这个玉环，就代表她同意嫁给你了。到时候你直接去卧室就行。二伯，去卧室干嘛？当然是洞房呢。洞房？我才不要跟鬼洞房。二伯叹了口气，说：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，不敢洞房，就只能等死了。我没再反驳。是啊，无论怎样都比丢了性命强。我紧张到手心冒汗，心里既害怕又无奈。很快到了子时，鬼戏开锣，剧目是坟中的新娘。随着台上戏子凄厉的哭腔，一阵阴风猛地刮进院子，原本散乱在桌子旁的凳子纷纷动了起来，自己摆正了位置。我心里清楚，那些昨晚被我们请来的女鬼已经全部落座。二伯低声喝道：来了，他们要挑女婿了。话音刚落，我就感觉有人在我身上摸来摸去，还带着森森的喘息声，那种压抑的感觉生不如死。突然，我前方桌子上的玉环伴随桌子开始震动，随后10几只惨白的手伸向那个被当作定情信物的玉环。我心里一沉，二伯不是说谁抓住玉环的谁就是我的媳妇吗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只手？我想着接下来和他们洞房的场景，差点吓尿了。我一边后退一边对前方喊道：各位姐姐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小孩，意思是他们都看上你了。柳洛离的声音在戏台子上空响起，带着一丝俏皮，却又霸气十足。我抬头望去，她银裙飘飘，凌空而立，月光下美得如梦似幻。弟弟，你可真有福气，一下子这么多姐姐争着要做你的媳妇。我看着那些惨白的手臂正向我摸来，吓得腿软，后退几步，结巴道：我才不要这么多，我只要一个好看的。柳洛离一跃而下，挡在我面前，对着那些惨白的手臂冷声说道：最漂亮的那个留下，其他的都给本仙滚。话音落，那些手瞬间缩回，只剩一只惨白却修长的手轻轻握住了玉环。嘿嘿，你是我的啦。个阴冷的女声钻进我耳朵，带着森森鬼气。柳洛离眉梢一挑：就你，300年道行都没有，别在这碍眼。那女鬼竟不敢反驳，低低说了句对不起，便灰溜溜退去。终于看清她的模样，面色惨白，长舌猩红，狰狞可怖。这就是最漂亮的，那其他不漂亮的得有多吓人？还好有仙女姐姐在。这时戏台灯泡亮起，爷爷和二伯从后台冲出。爷爷一看玉环不见，松了口气。成了，有鬼媳妇收了聘礼，等丑事一到，把娃送进卧房洞房。我发现身边的柳仙女突然消失了，急着问他们刚刚那位姐姐去哪了。爷爷和二伯一脸诧异，说：哪来的姐姐？从始至终都是你一个人呀！我心沉到底，我一五一十说了柳洛离的事。二伯脸色大变，那柳洛离8成就是蛇妖所化，他先吓跑女鬼，收了玉环，就是要独占你，慢慢吸干你的阳气。我不信，嘟囔着：不可能，是他救了我，他怎么可能会害我？罢了，既然收了聘礼，或许真想与你结亲。不管是鬼是妖，今晚试试看。你去洞房吧。
我怀着忐忑进了卧房，坐在喜床上，心里全是柳若离的模样。她那么美，哪怕是死我也认了。可一直从子时等到了丑时，房间里面依旧没有任何的动静。我有些着急，难道拿走我玉环的那个人不是柳若离？正想着，爷爷突然闯了进来。他看了看还独自坐在床上的我，叹了口气说道：“这蛇妖受聘不来，看来是想活活熬死你。”话没说完，他手机响起，二伯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：“快带娃走，戏班子的车坠崖了，是坟头山上的那些女鬼弄的。快带娃走，戏班子的车坠崖了，是坟头山上的那些女鬼弄的。他们觉得自己被骗了，杀红了眼，很快就会去找你们。”爷爷慌了，把我身上的婚服脱了，拉着我往外面跑。我倔强摇头：“柳若离会来救我，她是仙女，不会让女鬼伤我的。”爷爷气得抬手要打。就在这时，柳若离的声音从门外响起：“他说的对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他。”门开，他婀娜身影出现在月光下，美得让人窒息。我躲过爷爷，一头扑进他怀里，将他死死抱住。爷爷愣住了，拱手道：“大仙，当年是我孙儿不对得罪了你，可是已经死了6个人，报复也应该够了吧？不知道大仙为何缠着他不放？”柳若离婉然一笑，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，说道：“老翁怕是误会了，您孙儿救了小女子，小女子承诺以身相许，又岂会加害于他？”我抬头问道：“姐姐，那6人不是你杀的，对不对？”柳若离摸了摸我的脑袋，笑道：“那6人非我所杀，只是他们打死了和我一同渡劫的另外2条蛇，被灵蛇诅咒，7年后必死无疑。我也想救，可却有心无力。”爷爷终于信了，愧疚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那我这一台鬼戏反而招来了横祸呀。”柳若离摇了摇头说道：“并非如此，我刚才看了他的八字，他命格极阴，必有一次鬼祸，逃是逃不了的。”爷爷叹了口气，知道无力回天了。但下一秒，柳若离却注视着我的眼睛，温柔地说道：“小相公，你放心，只要你乖乖听我的，我保证你平安无事。”一声小相公把我叫得脸红心跳，我低头应了一声：“好，我都听你的。”随后，柳若离牵着我的手走到爷爷身前，爷爷似乎明白了柳若离想做什么，紧张地问道：“姑娘真的要与这小子在一起？”柳若离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现在冥婚时辰已过，你应该明白，这是救他的唯一方法。再说，小女子既收了聘礼，也理应与他在一起，不是吗？”我这才发现，柳若离已经把玉环戴在了手上。可是这样会耗损柳姑娘您的道行，那些女鬼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柳若离摇了摇头说道：“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接下来还请老翁回避一下。”爷爷鞠了个躬，转身离去。柳若离抬手一挥，房门被风关上，随后他搂着我，轻笑一声：“小相公，准备好了吗？接下来我们去洞房。”我脸红心跳点头，脑海中回荡着他刚才的温柔话语，他的香味越来越近，我紧张地闭上双眼，他法力如暖流涌入我体，阴寒尽散，我仿佛重生。3秒钟过后，他穿好衣，此时外面阴风怒号，窗户外多出了许多手掌。他亲吻了下我的额头，对我说：“乖乖待在房里，别出去。”说完，他的身影已化作一道青光，推门而出，随后将门死死关上。瞬间，我耳边一静，像聋了一样听不到任何声音，一种莫名的恐慌涌上心头，我的心跳加速，喉咙发干，冲到门缝往外看。院中，爷爷和二伯已被2个狰狞的女鬼压在地上，动弹不得，空气中弥漫着阴冷的鬼气。正中央，柳若离孤身对战10几个女鬼，她青衣染血，手挥轻物，击退一个又一个，她的身影如蛇一般灵动，每一次攻击都带着凌厉的寒光。一个女鬼扑向她，她侧身一闪，反手一掌，那女鬼惨叫着化作黑烟消散。但很快，另一个女鬼从背后偷袭，撕裂了她的衣袖，鲜血溅出。她口中低吟咒语，一道白光屏障护住爷爷和二伯，可终究寡不敌众，她身上的血痕越来越多。小小蛇妖，真以为自己是仙女，敢坏我们好事？今夜我们会好好折磨你，让你体会什么叫生不如死。无数厉鬼向柳若离扑去，我急红了眼，砸门大喊却砸不开，那门似乎被柳若离施加了禁制。突然，我听见窗户破碎的声音，一只冰冷的鬼手从身后拍在了我肩上。我转头就见一张狰狞鬼脸近在咫尺，长舌伸出，我吓得死死靠在门上，闭上眼睛。下一瞬，我闻到了一阵熟悉的清香，满身是血的柳若离从窗户飞了进来，一掌扇飞那女鬼，把我护在角落。女鬼们蜂拥而上，向柳若离扑来。她转身注视着我的脸，喘息着：“别怕，我在这里，谁也伤不了你。”说完，他用手轻抚我的脸，我眼前一黑，昏睡了过去。迷迷糊糊间，我仿佛听见了一声龙吟。再次醒来时，已经是第2天日上3竿。床边坐着爷爷和二伯，2人都在抽着旱烟，屋子里烟雾缭绕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我猛地坐起身，顾不上身体的疼痛，张口问：“爷爷，柳若离呢？”爷爷没说话，只是低头叹气。一旁的胡半仙摇了摇头，见状我心如刀绞。没了。我声音发颤，眼泪瞬间涌了上来。爷爷叹息了一声，没说话，只是那一夜之间，他的背似乎佝偻得更厉害了。看着爷爷和二伯的表情，我擦了擦眼睛，翻身下床走出房间。院子里一片狼藉，满地都是焦黑的痕迹，泥泞里散落着无数沾着血迹的青色鳞片。除了这些，院子里空空荡荡，再无其他。我跪在泥地里，疯了一样的去捡那些鳞片，双手被划得鲜血淋漓，毫无知觉。二伯走了过来，一把死死攥住我的手腕，把我拽了起来。刚想开口，爷爷却示意他放手。二伯发出一声叹息，松开了手，任由我继续捡着鳞片。所有的鳞片集齐后，我抬起头看着爷爷：“爷爷，
我要娶她。二伯一愣，娃子，这我不管，我要娶她。我嘶哑着喉咙吼道。爷爷没有反对我说，好，爷爷给你办。爷爷和二伯带着我在院子西边的角落起了一个土包，没有尸骨，我们就把那些染血的鳞片，连同那件他穿过的染血青裙一起葬了进去。土包前竖着一块崭新的木牌，上面是我咬破手指用血写下的几个字：哀妻柳洛离之墓。木板前面有一个香炉和几叠他生前可能喜欢的贡品。我跪在了坟前，再次泣不成声。这一哭足足哭了将近1个小时，最后泪干了，我有气无力地说道：爷爷，我要和他拜堂，可以吗？好。爷爷拿来了一对红色的蜡烛，在坟头点燃，还拿来了一个酒壶和2个杯子，倒满了自家酿的烧酒。他把其中一杯酒倒在了坟前的玉环上面，然后把另一杯递给我。我接过酒杯一饮而尽，这酒辛辣刺喉，弄得我眼泪直流。这是我第一次喝酒。爷爷将玉环交给我，拍拍我的肩，声音沙哑：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情却有情。他对你情深意重，你可别辜负了。我点点头，喉头哽咽，说不出话来。我把玉环戴在了胸前，就在玉环贴上胸口肌肤的一瞬间，我浑身一震，那原本冰凉的玉环竟然微微发热，像是一缕极轻的叹息，直接钻进了我的心底。那种感觉就像是他以前变成小蛇躲在我怀里一样。洛离，我低声呼唤，但玉环除了温热再无反应。那天之后，我像丢了魂，白天帮爷爷干活，晚上就坐在柳洛离的衣冠冢前，一坐就是半宿。玉环我一直贴身带着，睡觉时握在手里，生怕一松手，它就真的彻底消失了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转眼10年，这10年我变了许多。柳洛离留下的仙气封住了我的基因命格，我的身体变得异常壮实，再也没生过病。更神奇的是，我的眼睛发生了变化，只要集中精神，我就能看见一些常人看不见的东西。二伯说，这是柳洛离的仙气打通了我的灵窍，开了阴阳眼。虽然偶尔能听到那些孤魂野鬼低低的哭声，但我从来不怕，因为每当有脏东西靠近，胸口的玉环就会发热，将那些东西惊退。后来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，成了村里唯一的大学生。大4那年暑假，我接到村里的电话，说爷爷快不行了，我疯了一样赶回去。推开门，只见爷爷躺在床上，脸色蜡黄，气若游丝，整个人已经瘦脱了下。二伯就守在旁边，冲我摇了摇头。我赶紧坐到床边，握住他枯瘦的手。他费力地睁开眼，看到是我，原本浑浊的眼睛里突然迸发出一丝神采。爷爷，我送你去医院。我哭着要去背他，爷爷摇摇头，死死抓住我的手。不去了，时辰到了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他剧烈地咳嗽了几声，眼神变得异常清明，盯着我胸口的玉环。爷爷其实一直骗了你，柳姑娘并没有死。我猛地站起，眼眶发红。你说什么？她没有死。爷爷惨然一笑，喘息着说道：那晚柳洛离快被女鬼杀死时，爷爷用10年阳寿和这双眼睛跟过路的阴差做了交易，换了他一缕元神。我这才惊觉，爷爷的眼睛虽然睁着，但瞳孔早就散了。原来他这3年一直是在黑暗中摸索度日的。爷爷颤巍巍地指着我的胸口，其实这3年，他一直就在你胸前的玉环里陪着你。下一秒，玉环缓缓升温，一阵阵暖意从掌心蔓延到全身，我眼泪瞬间决堤，跪在爷爷床前。爷爷，谢谢你，是孙儿不孝。爷爷笑得欣慰。傻孩子，时辰快到了，你赶紧去省城千魂街44号找一家叫长生观的铺子，那是你三叔开的，他知道怎么重塑灵体。去吧，别让柳姑娘等太久。说完这句，爷爷的手缓缓垂下，脸上还带着淡淡的笑，就这么走了。窗外突然下起了大雨，雷声滚滚，我哭得撕心裂肺。办完爷爷丧事，我没回学校，直接拉着行李箱，胸前挂着玉环，直奔省城。到了省城已经是傍晚，我拦了一辆出租车，把地址递给司机看。师傅，去千魂街44号。那司机是个40多岁的大叔，一听这地名，脸色瞬间变了。千魂街，大晚上的你去那干嘛？找亲戚，我有钱。我翻出藏在布里的钞票，司机连连摆手，不去不去，给多少钱都不去，那地方邪门得很，你换辆车吧。说完，他一脚油门就跑了。我连着拦了3辆车，一听千魂街3个字，全都拒载。我只好一边问路一边步行，来到了一条漆黑的老街。我站在路口，抬头看去，两边的路灯昏暗发黄，忽明忽暗，街道上安静的窒息。我开了阴阳眼，街道两旁的店铺都关着门，挂着白灯笼，路边的阴影里，偶尔能看到几个脚后跟不着地的人在游荡，还有些模糊的黑影在屋檐下窃窃私语。我刚踏进去，那些东西就仿佛闻到了味儿，一双双贪婪的绿眼睛死死盯着我。呼，阴风乍起，几个黑影按捺不住，张牙舞爪地扑了上来。我脚步不停，伸手按住胸口。玉环猛地一震，一道红光如波纹般荡开。那几个黑影惨叫着倒飞出去。剩下的黑影见状，再不敢靠近分毫。我冷着脸，一路畅通无阻走到街道尽头，停在一间挂着长生观牌匾的铺子前。大门半掩着，里面透出昏黄的烛光。推门进去，楠木香扑鼻。铺子正中摆着一口鲜红如血的寿棺，柜台后坐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男人，脸上横着一道刀疤，正在刻木头。打烊了。男人头也不抬。三叔，是我。男人手里的刻刀一顿，抬头死死盯着我，目光最后落在我胸口。老头子走了。他问，语气平静得听不出悲喜。走了。我低下头，眼眶有些发酸。爷爷让我来找你，
说您能救我媳妇。说得轻巧，任何东西都有代价。三叔放下刻刀，站起身，魁梧的身躯走到我面前。你那个蛇妻只剩一缕残魂，老头子用10年阳寿换她不散，已经是极限了。你凭什么觉得你能救她？爷爷可以，我也可以，我不怕死。说不怕死的人多了去了。三叔指了指红棺材后面的小门，那是停尸房，今晚刚收了一具